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聚会炫富，惨遭打脸。过年回到老家，沉寂已久的高中同学群热闹了起来，大家一个接一个的炫富，买了辆宝马 X8，不到300万，开起来感觉也就那样。我在市中心开了5星级酒店，老同学一起来聚一聚啊，干点小生意。年收入还不到一个小目标，做销售的我则成了他们嘲笑的乐子。聚会的5星级酒店咋这么眼熟呢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回到老家的第2天，800年没人吱声的高中同学群突然热闹起来。第一条消息是罗云飞发的，老同学们都回来了哈，今年咱们开个同学聚会呗。程序文一定参加，不过我开车要晚2天才到。买了辆宝马 X8，不到300万，开起来感觉也就那样，跑不快。陈卫、旭哥都开上宝马了，不像我，也就在市中心开了家5星级酒店，老同学一起来聚一聚啊。底下是其他同学或真心的恭喜，或狗腿的恭维，而我看着他们这一个个暗暗炫富的样子，实在忍不住笑出声了。李阳，那咱们这次聚会就去你那酒店，陈总给咱们安排安排。陈卫，没问题，保准让你们吃好喝好玩好。罗云飞，看来老同学们都混得不错哈，不像我，做点小生意，年收入还不到一个小目标。罗云飞，对了，周毅也回来了，他可是毕业后就没回来过。李阳，周毅回来几天了，也不提前说一下，你这么多年在外面肯定挣到大钱了，我还在琢磨怎么回复。罗云飞已经抢先替我回了。罗云飞，他做销售应该很忙，昨天回来的，我去火车站接人，碰到他坐火车刚到。程序文，早说啊，周毅，你好像在上海，我从江苏还可以开车去接你。宝马 X8 虽然跑得不够快，但是空间够大。罗云飞又抢话，任疯子开出租车去车站接的，高中时候就他俩关系最好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是他们最合得来。临近过年，我才抢到一张回老家的火车票。罗云飞口中的疯子，也就是刘峰，我俩高中一个宿舍的上下铺，确实关系好。昨天疯子接到我，刚走到他的出租车旁，就碰到了罗云飞。哟，疯子这是来火车站拉客了。罗云飞披着一件大衣，把脸上戴的墨镜拉了下来。刘峰睨了他一眼，我来接周毅。罗云飞似乎这才注意到我，他惊呼一声，真是周毅哈，这么多年在哪里发财去了？迎着他打量的眼神，我想了想，不好意思地回答，在卖房子，做销售啊，做销售好，提成高。罗云飞叹了口气，嗨，不像我，自己做生意还得给手底下的员工发提成，这 AC 装的我给满分。刘峰皱了皱眉头，一边推我上车，一边对罗云飞说，周毅刚下车累了，我先带他走了。行，到时候同学聚会一定要来哈。到了聚会当天，陈卫才带我们去他开的酒店。前几天没告诉你们是哪个酒店，主要因为这不年关嘛，包厢早就被订完了。陈卫颇为神气地说，我协调了好久，才让手下人给调整了一个包厢出来。希斯顿，怎么这么耳熟？我好像在哪里听过，便如此问道。耳熟正常，希斯顿是国际连锁，你一个做销售的，没进过这么高级的酒店吧？话说，你做销售1个月提成多少啊？罗云飞还是那副拽的258万的模样，不然来给我打工吧，提成我给你按最高点算。我摆摆手，谢谢了老同学，
我暂时不打算回老家发展。这时，开宝马的程序文到了，大家久等了。这宝马 X8实在没有跑车快，赶明还是得再买辆跑车。李阳特巴结地上前握住他的手，哈哈，程哥这是发达了，随口就能再买辆跑车，羡慕羡慕。拜金女胡珊珊也夹着嗓子说：“程哥，可以让我坐在你的宝马车里哭吗？”程序文很受用，头仰得像只公鸡，这有啥好羡慕的？阶层不同而已。说真的，有时候我也羡慕那些穷人。哎，有钱人也有有钱人的烦恼。陈卫不想被抢他作为这次聚会请客主角的锋芒，开始招呼大家都先进去吧，这外面站着怪冷的，包厢有暖气，咱们好好叙叙旧。一群人乌拉拉进了酒店，我已经按照最高标准吩咐主厨准备了，一共36道菜，不贵，才18万。陈卫的话音刚落，同学们都瞪大眼睛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连程序文和罗云飞都惊呆了。这俩货也不怕崩坏他们的有钱人设。大家纷纷对陈卫投去热切的眼神，说着各种恭维巴结的话。李阳又开始拍起陈卫的马屁：“陈总果然豪啊，高中时候我就觉得你不凡，现在身价得上千万吧？”陈卫笑着摆摆手，一副不可说的模样。胡珊珊挨着陈卫坐，他转头满眼放光地说：“陈总以后可以报你的名字来这儿吃饭吗？免费不？免费可不行，我还计划着开分店呢，打折是没问题的。”我默默喝着水，看着陈卫吹牛都吹不好，一副被捧得像要上天的样子。突然想看他摔下来会怎样。陈总，这顿饭这么丰富，怎么能少得了美酒，是吧？陈卫不屑地看我一眼，那自然是没问题的。也是，你做销售工资低，都没来过5星级酒店吃饭吧？多吃点，一会儿吃不完你都打包带走吧，以后可就很难吃到了。陈卫，你差不多得了，炫富没关系，取笑人是几个意思？疯子听不下去，开口制止。谁想陈卫不但没住嘴，反而哈哈大笑起来。你一个开出租车的，和周易一样是穷鬼，一会儿你也可以打包回家给你老婆孩子也尝尝。你疯子想要站起来，被我制止了。我附在他耳旁小声说：“别急，一会儿看好戏。”疯子不解地望着我，我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。那既然陈总这么慷慨，不如来2瓶勃艮第，这有啥？82年拉菲都行。一听陈卫这豪言壮语，同学们又是一通感叹。我淡笑着提醒：“勃艮第可不比拉菲便宜，陈总舍得吗？”陈卫的眼神慌乱了一瞬，随即笑开：“那就勃艮第，今天就让你这个山猪品品细糠。”我拍了拍手，陈总果然大方，我倒要看看他拿什么来结账。一时间，同学们又七嘴八舌地讨论起酒水的价格。程序文和罗云飞一看这阵势，好像有点虚了，自知和陈卫比不过，脸色都有些不好看。菜品一上，以胡珊珊为首的大部分同学都在拍照定位发朋友圈。周易，你和疯子怎么不拍照啊？赶紧拍完，我们开始动筷子了。我淡定地往椅背上一靠，我就不拍了。我一做销售的，发出去别人还以为我盗图。疯子则两手一摊，一脸无辜，我都没开通朋友圈。2个土包子。周易倒还算有自知之明，那就多吃点吧。哎，还是得努力赚钱啊！再努力赚钱，这辈子也达不到陈总的高度了。陈卫很满意大家对他拍的马屁，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。只有我和疯子默默吃饭夹菜，免不了又是被他们奚落一番，我就笑笑不说话。
一顿饭就在这种虚假的氛围中接近尾声。陈卫招招手后，在包厢门口的服务生恭敬地走了进来。陈总，请问有什么吩咐？把你们经理叫来，我要买单了。好的，服务生客气地退了出去。趁着这个间隙，陈卫笑着给大家解释，自家也得买单，这样财务才能对账。不一会儿，经理拿着账单进来了。陈总，这是您的账单，一共39万8。什么？陈卫差点一个趔趄，然后咳嗽，强装镇定。好，签单就行。好的，请问签谁的名呢？签陈明德的。我叔。不好意思，陈总，您说的陈明德是谁？好像不在咱们可签单名列。陈卫的脸唰的一下变白了，他先环顾了一圈同学们，见大家脸上都是疑惑、探究，以及还有个别等着看笑话的表情。为了找回气势，他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：“你们怎么办事儿的？陈明德都不知道，他可是我亲自安排在这里的总经理。”经理面不改色：“陈总，请您确认一下，咱们酒店确实没有一个叫陈明德的总经理，不过叫陈明德的保安倒是有一个。”经理的话音刚落，整个包厢瞬间鸦雀无声，大家都齐刷刷地看向陈卫。陈卫也慌了，但还是故作生气地放话：“这不可能，等我打个电话，改名就叫他开了你。”他边拨打电话边走到包厢角落。这陈卫不会是诓我们的吧？刚才还一副狗腿模样的李阳率先发话：“一开始我就想问，希斯顿是国际连锁，怎么可能这家是他单独开的？”罗云飞原本被陈卫唬得不敢开口，这下可找到机会了。就是刚刚我都问过我的人脉了，这家国际连锁酒店背后的老板姓周，程序文也不甘落后啊！要这样的话，那今天这消费怎么办？好几十万呢！胡珊珊急得夹子音都没了，不会让我们 AA 吧 ？AA， 咱们今天来的一共26个人，AA 每人得15000了，15000可不是150。我可没钱。疯子撞了撞我的胳膊。咋回事啊？这稍安勿躁，我拍拍他的手，示意他放心。这时，陈卫捏着手机，一脸惨白地走回来。出了点意外。他一脸窘迫，话都说不下去了。什么意外？陈总，这顿饭钱怎么办？当着陈卫的面，李阳又叫上了陈总。老同学们，这真是不好意思。陈卫急得满头大汗，身体都在发抖。要不咱们啊，对，他像突然想到什么，对着程序文和罗云飞方向说：“程哥、罗哥，你俩一个开宝马，一个做生意，先帮忙把这顿饭钱付了。我这边出了点状况，我后面再还你们。”他俩见点到自己名，愣了一下，然后两人都急忙摆手：“不，我们怎么能抢你的风头？”旁边的经理也不着急，就笑眯眯地等着。陈卫一边擦额头上的汗，一边磕磕巴巴地说：“要不咱们列吧，实在抱歉，这就不道德了啊！陈卫，是你说请大家在这里吃饭，菜也是你点的，怎么能让我们列呢？就是，你不会一直都在吹牛吧？这酒店真是你开的？”陈卫的脸红得充血，突然将矛头转向我：“菜是我点的，可红酒是周易点的。”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陈卫激动地指着桌上：“对，2瓶红酒11万8，这个钱得周易付，咱们只用18万就行。”众人都没想到陈卫不但爱吹牛，甚至还不要脸，但眼下真要平摊，那肯定摊得越少越好。于是大家又将眼神往我身上穿梭。我看陈卫，你就别为难周易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只是个小小的销售，
程序文也不知道是真心为我开脱，还是奚落我。对呀，他一个做销售的，哪拿得出11万来？罗云飞跟着附和：“扫码吧。”罗云飞话音刚落，我已经调出了手机支付宝付款码。经理一副见过大世面的样子。好的，请问刷11万吗？刷39万。我面带微笑地看向陈卫，剩下的8000，你总该能付了吧？瞬间，原本鸦雀无声的包厢又沸腾了。我靠周易，看不出来你才是隐藏的富豪。周哥，我叫你哥，感谢你帮我付钱，不然回家我都没法和老婆交代了。周哥，你太低调了，感谢感谢。真正的有钱人从来不说自己有钱，你可是实实在在打了某些人的脸。谢谢周哥的大餐和美酒，下次我请你，不过只能是家常饭店了哈。原本捧着陈卫的人都在冲我道谢，只有罗云飞略微尴尬地问我：“原来做销售这么赚钱，这不会是你的老婆本吧？”程序文也讪讪开口，我挑眉：“要不你俩的也自己付？”这，开玩笑的，周哥，我先敬你一杯。罗云飞亲自为我满上一杯，我也敬你。谢谢老同学。程序文举起了酒杯，咱们都敬周易一杯吧。李阳提议：“敬周哥，敬周哥，敬周哥。”大家都纷纷举杯，对着我真心的感谢。放下酒杯，疯子有点犹豫地开口：“周易，你不会真拿老婆本出来了吧？”我勾着他的肩膀：“没有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这些年也存了点钱。”疯子有点似信非信：“真的假的？咱俩的关系，你可别逞强。我那还有点，我可以转你。”我有点感动，疯子才是真兄弟，真不用担心我。回头再给你解释。因为喝了酒，大部分同学都在门口等着打车。程序文叫了代驾，他的宝马 X8停在了我们面前。他特意下车来询问：“有顺路的同学吗？捎你们一段。”我这宝马挤还能坐3个人。李阳举手：“我，程哥，我还没坐过宝马 X8，让我体验一下。”胡珊珊也凑上去，拽着程序文的袖子撒娇：“程哥，人家也想坐。”周易，为了答谢你刚才的请客，我捎上你吧。程序文大概酒喝多了，有点昏头，又开始嘲笑我。毕竟这辆宝马可比你那顿饭贵得多。我正想拒绝，他却一副了然的样子：“别装了，老同学。你刚才为了充面子，肯定花光了所有积蓄吧？这会儿还有钱打车吗？我特么，我真后悔给这个傻缺付账。”我说：“老程，你真要这么有能耐？刚才那顿饭怎么不你请？”疯子替我抱不平。程序文打着哈哈：“我那也是看周易全程没咋说话，给他个表现的机会。要真没人付钱，最后肯定我会付的，不就30-40万吗？也就我这辆宝马的零头而已。”旁边同学看不下去，想要帮我说话，好像又不太好得罪他。只有疯子不怕，他继续呛回去：“那你倒是把你那份饭钱转给周易，1万来块，连你这辆宝马的零件都买不到吧？”程序文脸色垮了下来：“1万来块而已，这么计较，果然是穷鬼。”人周易都没说什么，而我的注意力则早被程序文的宝马吸引了，越看越觉得熟悉。我转到车头一看车牌号，连车牌号都熟悉。“你确定这车是你的？”我双手插兜，漫不经心地问道。程序文一愣，随即大声冲着我说：“当然不是我的，难道是你的？你啥时候买的？哪儿买的啊？”我淡定地盯着程序文的眼睛，很明显他慌了，问这么多干嘛？问了你也买不起，不做算了，我自己回家。程序文正准备转身拉车门，一个声音响起：“序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他往生源一看，顿时更加慌乱。爸，我这……不等他结巴完，程叔已经走到他的面前。不是给你说了不能开这辆车吗？爸，咱们回家再说。程旭文手忙脚乱，想要推走程叔。你赶紧把车开去洗干净，再给我停回去。磕碰了你可赔不起。爸，正当程旭文急得不行的时候，我上前一步，叫了一声：“程叔，少爷。”程叔见到我，很是惊讶，恭敬地叫了我一声：“啊！”这下同学们一个个更加傻眼了。程旭文脸色瞬间惨白：“爸，你刚刚叫他什么？”程叔白了他一眼：“我现在就在给周总家当司机，你要是争点气，我就辞职回来养老。”没错，程叔是我爸雇的司机，我爸因为还有事要处理，我就自己先回来了。昨天陈叔刚开车载着我爸我妈回来，至于我坐火车，完全是我不想开车。爸，你没开玩笑吧？程旭文此时的表情比便秘还难看，而程叔完全没好气地瞪着他：“啥玩笑？你开来这辆车就是周总家的。”说完他又转向我：“对不起啊，少爷，我这不成器的儿子偷拿了车钥匙，我替他向您道歉。”我点点头：“没事儿，喜欢开就多开几天，反正也只是车库里最便宜的一辆。”程旭文已经恨不得找个地洞躲起来了，他根本不敢看我，招呼都没打，就灰溜溜地打车走了。我让程叔自己开车去洗，我准备和疯子一起打车。不是哥吗？你到底隐藏得多深啊？他给了我胸口一拳，想到什么又擦了擦。同学们也回过神来，我去，牛啊！程旭文的爹居然叫你少爷。周少爷，你家到底多有钱，居然有专属的司机？李阳一脸谄媚地看着我：“周少爷，请收下我的膝盖。”天啊，我居然听到了霸总小说里才有的称呼。胡珊珊拼命朝我抛媚眼，谁能想到高中默默无闻的老同学居然是富二代？我扶额苦笑，这就是我不想高调的原因。是真的不想应付这样的场面。而这时，不和谐的声音突兀地响起：“真羡慕周易，有个有钱的爹，轻轻松松就能做富二代。得，还有一个。”罗云飞阴阳怪气地叹了口气，继续道：“不像我，只能自己努力打拼，争取让我的儿子也做富二代。”同学们一听这话，全都秒懂，互相交换着眼神，而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罗总见笑了，希望你的儿子能有我幸运。周易，你别太得意，有本事你也像我这样自己打拼，自己做生意，指不定你还不如我有能力。我耸耸肩，不置可否。我其实很不喜欢和智商感人的交流，费劲儿。怎么被我说到痛处了？啃老有什么值得炫耀的？再说了，你家真那么有钱，还用得着你去做销售吗？我忍不住提醒。我记得我好像说的是我卖房子，哈哈哈。罗云飞笑得很开心的样子。卖房子怎么了？卖房子就不是销售了。虽然卖房子提成确实比一般销售高，但说到底不还是销售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好整以暇地等着他笑完，才慢悠悠地说：“卖房子确实是销售。”顿了顿，我继续道：“只是我卖的是自家房地产的房子。”啥？罗云飞差点惊掉了下巴。难道你家做房地产的？我淡淡点头，指指身后的酒店。这酒店也是我们家的产业之一。罗云飞眼珠子飞快地转了转，突然上前一步，握住我的手：“老同学，不，周少爷，我在做建材生意，刚起步，摊子也小，以后能不能和你家合作？”同学们憋笑都憋不住了。老罗，你可真是能屈能伸。罗老板，你这
变脸比翻书还快。你不是看不起周易啃老吗？怎么这会儿又巴结上了？罗云飞讪笑着回应：说啥呢？我那是羡慕嫉妒恨。我抽回手，哑然失笑。我只是个破卖房子的销售而已，家里的合作说不上话，说得上说得上，还请周少爷赏口饭吃。罗云飞对着我点头哈腰，该说不说，他这副样子好像一条狗。周少爷，你今天可真是让我们开了眼界，太精彩了！打脸来得太快，好像龙卷风。庄父被啪啪打脸，庄笔被当场拆穿，庄励志被实力碾压，绝了！我想起来了，刚才聚会程序文就说他打听到酒店真正的老板姓周，原来就是你家啊！和疯子一起坐在出租车上，我才慢慢给他讲了我家的事。很小的时候，我爸妈就出去打工，赚了点钱，开始做生意，钱滚钱，最后搭上房地产的东风，便一步步有了现在的家底。疯子假装生气，亏咱俩还是上下铺的哥们，高中说自己是留守儿童，吃穿都普普通通，你是怕我找你借钱吗？我用力拍了他的肩膀一下，当时正值叛逆期，我爸妈本来要接我去上海读高中，我舍不得爷奶，就发誓不花他们的钱。我俩谁跟谁啊？当时分着吃一袋泡面，抢半根火腿肠的交情。你要多少？我现在立刻就可以转你。你小子还打着手电筒挤在我的被窝偷看颜色小说。想起青春时期，疯子也一脸感慨，去你的！后来上大学第1年，爷奶相继去世，爸妈忙，简单料理了二老的后事，我们就走了，再也没回来过。我说，为啥你在酒店门口说名字耳熟？原来你家的啊！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摸摸鼻子，咱们市里这家是前不久刚开业的。说实话，当时我确实不确定的，后来趁着上厕所，打电话向我爸确认了一下。那陈卫那个书是咋回事儿？疯子不解，你咋那么肯定他没钱付？这个嘛，让人查了一下，陈卫他叔一直在打工，这次进了酒店当保安，估计也骗陈卫说自己当总经理。原来如此。陈卫吹牛倒是能耐，高中时候就满嘴跑火车，没想到这次竟然吹到你这个正主面前，怪不得当时服务员不急，大堂经理不急，感情都在陪少爷你演戏呢。疯子挤眉弄眼地调侃我，少爷你个鬼啊！我都提醒程叔好多次，叫我小周就行，他每次还是少爷少爷的叫。说到这个我就尴尬，认真讲，你缺钱可别跟我客气，爷现在别的没有，就是钱多。放心吧，我现在开出租车，一个月也有大几千块，在这里足够生活了。话虽这么说，但我知道不到迫不得已，疯子肯定不会向我开口。但没想到大年初2，我就收到了高中同学转发给我的一段视频。周少爷快看，罗云飞又在欺负疯子了。点开一看，我的气血瞬间涌到了头顶。画面里，疯子蹲在地上扶着他年迈虚弱的母亲，抬头对罗云飞怒目而视。罗云飞，你别太过分，包是我母亲捡到的，是你的，那还你就是。你为什么推他？谁知道是捡的还是偷的？我包里明明有1万块现金，现在不见了，不是你妈拿的，是谁拿的？可，疯子母亲虚弱的声音传来，我没拿，儿子，妈真的没拿。疯子一边给他母亲顺气，一边安慰，妈你别急，我知道你没拿，今天你们要么把这1万块还我，要么咱们就报警吧。视频到这里结束了。转我视频的同学紧接着给我发了消息，周少爷，罗云飞局子里有人，要是真报警，
疯子肯定讨不到好处。现在他们已经报警了，我才赶紧通知你。谢谢，老同学，改天请你吃饭。我飞快打完字发送，抓起车钥匙就出门了。等我赶到现场，罗云飞正在嚷嚷：同志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我好好的钱包出现在这老太身上，里面的钱还不见了。你别污蔑人，钱包就是我妈捡到的，甚至都没打开过。我快步走上前去。疯子，你怎么来了？周少爷来了。疯子和罗云飞同时看向我。周少爷，我知道你和疯子关系好，但这事实摆在眼前。罗云飞见到我还是有点怵。安静点儿。警察皱着眉头，目光从我身上瞟过，最后落在疯子母亲身上。这包你在哪里捡到的？就在这个垃圾桶里。疯子母亲指了指旁边的垃圾桶。我平时捡垃圾卖点钱补贴家用，包就是在这里面翻到的。你可有打开看过？没有，警察同志，我捡到后看挺新的，怕是失主误丢的，就一直站在这里等着。罗云飞急插话：警察同志，我那里面真的有钱，昨天取的，准备拜年用。我赶到的时候钱没了。调监控了吗？我问道。这个路口没有监控。疯子说他已经问过了，这附近都没有监控。我去提款机取钱的监控有，那个能证明我把钱放进钱包了。罗云飞向警察使了个眼色。既然这样，那他能证明钱确实在钱包。警察转头看着疯子：你们又怎么证明？捡到的时候钱包确实没钱。笑死！我嗤笑一声，盯着警察问：可谁又能证明他没把钱拿出来？警察严肃地望着我：目前证据就这些，我也是根据现有证据调解。这时警察接到了一个电话，只听他对着电话那头是对好的如此回复后，眼神复杂地望着我。挂断电话，警察重新抬起头指了指我，对罗云飞说：刚才这位同志说的对，你也没法证明你的钱包丢的时候里面有钱。罗云飞还想说什么，被警察抬手打断：你自己不看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，掉了倒赖上别人了。警察同志。罗云飞趴到警察耳边，自认为低声地说：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警察看了我一眼，又对着罗云飞说：不管你是谁，我们秉公执法，谁主张谁举证。你要让这位老太还钱，就先拿出能证明你的钱包丢失时候确实有钱的证据吧。警察走后，罗云飞一脸不甘心：周少爷，又是你搞的鬼吧？我不答反问：你是在怀疑我们公正无私的人民警察？罗云飞，看在老同学的面上，我想提醒你一下，做人还是低调厚道点好。说完，不顾罗云飞难看到极点的脸色，我和疯子一起扶着他母亲上了车。哥们，谢谢。疯子的眼里尽是真诚和感激。我一边开车一边回他：客气啥？先把阿姨送去医院。不用。疯子母亲一听连连拒绝，那一下没摔疼我，就是有点气急。疯子也劝：妈，还是去医院看看吧。罗云飞：对了，周毅也回来了，他可是毕业后就没回来过，而最拗不过阿姨，我便先送他回家，再带着疯子出来喝酒。疯子，初3过了我就回上海了，你要不要跟我去那边闯一闯？疯子夹了一颗花生米丢进嘴里。你也看到了，我母亲年纪大了，媳妇孩子也都在这边，也是老人孩子都需要照顾。想到什么？我看着疯子问道：你大学学的什么专业？疯子一愣，还是回我：一个普通2本的酒店管理，毕业回来也没找到对口的工作，就开出租了。
我激动地抓住他的手：“你去希斯顿吧！”啊！疯子筷子上的花生米都掉了。反应过来后，他连忙摆手：“不行不行，我都好多年没做这行了，这有啥？那儿正好缺个大堂经理，你不介意的话，先从大堂经理做起。”疯子还想拒绝，我又劝他：“区一个大堂经理还难得到你，再说了，就在咱市里，你也不用远行，方便照看家里。”可是别可是了，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。初七你就去报道。最后，疯子在我的强烈推荐下答应了下来，而我初四就跟着我爸回了上海，继续做销售去喽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